整机的体积大小呢，高51.2公分，宽42.8公分，深48.9公分，净重呢是21公斤。放置位置呢，我是建议如果浴室空间够，放浴室是最方便。那如果家中原本就有滚筒洗烘衣机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叠在上面。可以洗衣的容量呢是8.5公升，一次呢可以洗大约是25条内裤。嗨，我是阿汤。前阵子呢，我曾分享过这一台淘宝的迷你洗衣机，当时呢引起了很多人讨论，那我才意识到呢，原来呢不是只有我们觉得有一台迷你洗衣机是很方便的事情，特别是呢女生或是妈妈们，其实有很多贴身衣物呢都会用手洗的，或者是分开洗。妈妈们呢也很常会将小朋友的衣物呢分开洗。像我们家柯老大呢，自从装了台迷你洗衣机之后呢，每天都在用内衣裤呢，终于不用和其他衣物呢混在一起。其实迷你洗衣机的功用呢，真的蛮多了。虽然呢容量不大，除了刚提到的之外呢，也有人是开小餐厅，然后想用来洗抹布。但是呢，这台迷你洗衣机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，但要认真细数缺点呢，倒是可以有一堆啦。比如像它只有洗跟烘，没有单独脱水。烘衣服的温度呢，也固定在45到60度，所以呢，可以洗烘的衣物呢类别相对呢是限制很多的。但是，一般要洗婴儿衣物、袜子、女生内裤等等，我觉得就是还算堪用啦。今天阿汤呢，终于又到手另一台心心念念的迷你洗衣机，是由全台销售第一扫地机器人品牌石头科技推出的柔衣公主 M1 Pure 迷你洗脱烘滚筒洗衣机。这一台呢，也是石头科技史上第一台迷你洗脱烘洗衣机。这台呢，我大概呢800年前呢就一直在等待引进台湾，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！为什么呢？我想要这台 M1 Pure 呢是有原因的。原本呢，迷你洗衣机呢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它只有洗烘的功能真的很阳春。身为一个3C 科技呢，就是贪得无厌，用久了就会产生更多的想法，希望呢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大家手上的这个3C 产品呢，也才会每年不断推陈出新嘛。这台 M1 Pure 呢，它是采用直立式的这种放置，安装方式呢，基本上和大型的洗衣机一模一样，只要接上水线跟排水，插上电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这点小事呢，我一向呢都可以自己搞定了。大家呢其实也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看。整机的体积大小呢，高51.2公分，宽42.8公分，深48.9公分，净重呢是21公斤。放置位置呢，我是建议如果浴室空间够，放浴室是最方便。那如果家中原本就有滚筒洗烘衣机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叠在上面。可以洗衣的容量呢是8.5公升，一次呢可以洗大约是25条内裤、15件内衣，或者是呢50只袜子。其实可以洗的容量呢算是非常的大。下方呢有洗衣精自动投放，只要把洗衣精呢加到下方的这个投放盒里面，每天洗一次呢，大约可以使用50天左右。它会自己侦测衣物重量，自动投放对应比例的这个洗衣精用量，就不用自己去计算要放多少。像我之前迷你洗衣机呢要放多少呢？我完全呢是佛系的放法啦。操作的部分采用了 ABS 的彩色触控面板，除了面板直接操作之外呢，也支援了 App 的使用，而且一共呢有20种洗烘的行程可以选择，根据不同的衣物可以自动使用不同的行程来清洗烘干。那我们可以先来看看面板这边的行程，上方区分了洗烘、洗衣还有烘衣的行程，也可以单独脱水。这边呢我先将透过机器直接操作的全部行程呢列给大家看。除了我列出来的这些模式之外呢，也可以选择自定，按照需求自己调整温度还有清洗次数等等。如果这些行程呢还不够满足你的话呢，透过 App 操作可以选择的行程呢，可以自定的项目呢又更多了。至于洗脱烘3合1类的洗衣机呢，有些呢会和洗碗机一样，烘完之后呢，如果没有开门放太久的话呢，很容易有反潮的现象。M1 Pure 呢，它在洗完之后呢，会自动换气通风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呢反潮会造成发霉或是发臭。另外，这台 M1 Pure 呢是拥有母婴级洗衣认证，透过 UVC 紫外线，再加上呢除菌螨或是防过敏的模式，可以彻底的将衣物上的细菌去除。如果家中有过敏儿的话呢，去除过敏儿这件事情呢就更重要了。其中透过 App 呢还有特制洗模式，可以去除衣物上的这个尿渍、血渍等等，将贴身的衣物呢深层清洗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操作给大家看。平常我儿子呢就是在学校有2件衣服，1件裤子、内裤，然后袜子。那使用上呢，其实跟一般的滚筒洗衣机没什么两样，你就把它丢进去之后，关起来，开机，然后像我们选择混合模式，接下来按启动，然后就开始洗咯。在这个清洗过程中呢，我们来测试招式给大家参考。
说真的，我睡前开下去洗，几乎没听到什么声音。要走近一点呢，才会有一些小小的声音。像我之前买的这个迷你洗衣机呢，会一直有一点吵的那种低频声，基本上呢非常难在半夜使用。N1 Pure 呢就没有这些问题，洗脱烘都非常的安静，而且洗衣功能呢是采用 FreshScale 滚筒立体柔烘技术，循环风速呢达4000转，再加上呢 RR 全自动 AI 洗烘精算系统，会自动以最适合的烘干温度来烘衣服，快速吸水烘干的同时，还能保持衣物柔软不缩水褪色。说到这个 RR 全自动 AI 洗烘精算系统控制的东西呢，真的很多，包括呢精准控温、投放洗剂、控制行程、校正平衡。那 N1 Pure 呢处理衣物呢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啊。App 操作的部分呢也非常的简单。打开 App 连线之后呢，如果你想要远端控制的话，记得要开启远端授权的部分。那使用上的部分呢，跟操作面板呢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差不多，只是行程的使用上呢有更多的选择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洗烘，或者洗衣服，或者是烘干。那在每一个类别里面呢，除了预设的行程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点击全部的行程。这边你可以看到呢，里面的行程呢，比起面板上可以操作的行程又更多了一点。比如说像是它有区分成小件衣物、内裤、婴幼童、T 恤、袜子、运动毛巾、除螨、特制洗、防过敏。这些部分呢，其实在 App 上面呢才可以看到。再来，在制定行程的部分呢，除了你完整的制定行程之外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某一个行程之后，选择参数设定，用这个行程呢再去调整想要的模式就可以了。在更多设定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里面有 UVC 杀菌、智慧托管，它会在你洗完衣服30分钟之后呢，会自动托管，将外部的新鲜空气去进行通风以及换气。预设制定行程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点击进来之后，然后自己更换你想要制定的行程，来取代掉了你面板上面点击的制定行程的部分。最后呢，还有预约的功能，点击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去执行洗衣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想要出门之后再去进行洗衣服，或者是你想要来睡觉之后呢，设定在半夜你已经熟睡的时间开始洗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哦。看完上面呢，是不是很吸引人啊？有很完整的洗烘行程，但应该还差压倒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你掏出魔法小卡，就是这个8.5公升的容量，实际在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洗？除了规格提到了内衣裤、袜子之外，像是成人的衣物到底能不能洗？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帮大家呢分成不同穿着的可能性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小朋友的这种运动短袖、短裤，然后内裤跟袜子，拿一起丢进去洗。我选择呢是混合的洗烘行程，洗得很干净，也烘得很干。再来呢是大人的短袖、短裤、内裤跟袜子，那我一样呢是选择混合的洗烘行程，一样没有问题。在第三个呢就是小朋友刚刚那种短袖、短裤、内裤、袜子，将短裤呢换成了长裤，大概就是在春秋天时候穿的模式。同样呢洗加烘呢是非常 OK 的哦。第四个呢就我们刚刚大人的短裤、短袖，然后内裤、袜子，将短裤呢改成了运动长裤。然后我没想到呢，这样呢一样呢一次可以丢进去洗，然后选择混合行程，一样呢洗加烘，而且呢是烘得非常干哦。第五个呢就是我冬天比较会穿的运动衣物，除了我们刚刚的长裤、内裤跟袜子之外呢，我会将短袖呢换成了这种运动的薄长袖，在一整套丢下去洗呢，使用混合行程呢，同样呢可以洗得很干净，而且烘得很干哦。至于到冬天的话呢，比较厚的衣物呢，我觉得一次最多一件呢还可以，大概是呢单件这种厚棉裤，洗加烘呢没有问题。另外呢，我也试了呢比较怕烘的这种毛衣，同样呢也是洗加烘没有问题，而且呢烘出来呢完全没有缩水，很像是手洗晒干的哦。不过呢冬天这种衣物呢，我觉得比较厚重了，我会建议呢还是用一般的大洗衣机呢会比较干脆一点。帮大家测试这些状况呢，我相信呢有些租屋族呢想要买来当做主要洗衣机使用，所以呢一定会好奇呢 N1 Pure 这样的容量呢可以洗到什么程度？认真来说呢，除了内衣裤、袜子，春夏秋季比较薄的衣物，成了一次洗一件厚的，我觉得大概是极限。小朋友呢，大约是可以一次洗2套短的衣物。但如果你们家呢是把全家的贴身衣物分开洗的话呢，一次洗全家呢，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最后分享一下洗脱烘的最大问题。以前的洗脱烘机型呢，很多人都说很容易发霉或是藏污纳垢。N1 Pure 的这个桶槽呢，有6重的自清洁能力，包括了 FreshScale 毛絮风道自清洁、UVC 杀菌、智慧喷淋系统、全机自动烘干、90度高温桶槽清洁、抗菌防霉门店。透过这6重自清洁能力呢，可以减少泡沫、水汽、
免屑的残留。所以呢，不要再停留在传统洗脱烘机型的这种刻板印象，科技呢可是真的不断的在进步啊。不过对 M1 Pure 这种 mini 型的洗脱烘呢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呢，能洗的衣物很少，应该不实用吧。不过呢，各种不同的3C 家电呢，本来就有不同的使用族群。以 M1 Pure 这种 mini 型的洗脱烘321，除了适合母婴、男女生的贴身衣物之外呢，其实我自己实测下来，一个人住的这种租屋族的个人衣物呢，其实也没有问题，可以省下不少用水。只有冬天呢，会比较需要使用大型的洗衣机。那这款 M1 Pure mini 洗脱烘滚筒洗衣机呢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是拍电影阿汤哥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